在第4赛段临门一嘴赛正式开始，第一组要上场的选手是 Seven、山河和王小利。首先，这位开场演员年纪轻轻，在上海打拼已经有年头了。今天他将分享自己非常特别的金钱观，掌声欢迎 Seven。大家好，我是 Seven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这几年一直都在上海工作和生活，经常会跟不上别人的消费习惯。我上班的第一天，同事热情地邀请我一起点外卖，说一起吃个三明治。那年我24，三明治58，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贵的三明治。但是你们放心，朋友们，我并不是要讲一个我很穷的话题。因为穷人脱口秀这个赛道太拥挤了，我就不点名了。我是抠门赛道的。我总觉得自己不配花钱享受。我这个同事叫我一起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也是，他问我2080的内场和480的山顶想坐哪儿，我说我想做保安，站着还能挣150，但是后来也没真去，因为想了一下。在手机里听也一样，毕竟腾讯 QQ 音乐杜比全景声的音质也很好啊。你们听得出的，我想挣的比150更多一点。我不是天生抠门，是因为从小我家里人喜欢跟我营造那种家里不容易的氛围。我有时候正看电视呢，我妈就突然开始跟我说：“儿子，咱家砸锅卖铁，也得送你去补课班。”至于砸锅卖铁吗？不是应该先卖电视吗？就我家没事就砸锅，我上篮球班我家砸锅，我上英语课我家砸锅，但是我家锅从来没少过。我说妈妈，咱家这是空气砸锅呀。但小时候没什么判断力，就是大人说什么我就会相信什么。我真的一直以为我家可能挺困难的，我甚至偷偷幻想过，是不是我妈每次送我去完补课班之后，自己都会蹲在角落里吃窝窝头。当时很担心我妈的身体健康，我偷偷去翻了她的体检报告，我妈有脂肪肝，很受震撼，我家怎么穷得流油了？而且我其实隐隐约可以感觉到我家条件可能没有那么困难，可能还行。因为虽然我家里人很少带我去饭店吃饭，但是我家总会莫名出现带有饭店 logo 的纸巾。我当时还以为全聚德和东来顺是心相印的竞品。我问过我妈，妈妈家里为什么有这些饭店里的纸巾？我妈说是进去捡的。我也不明白他怎么吃出脂肪肝了还要骗我，他倒是也确实需要减脂。这个还挺精妙的但是认真的聊，朋友们，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。就你小时候被穷养之后，长大之后是很难富养自己的。我花钱的时候会很有负罪感，我自己赚钱之后想解决这个事儿，我准备狠狠消费一把。我去买了和我最喜欢的 NBA 球星合影的名额，德里克罗斯，有点过气了是吧？2800块钱，我以前从来没花过这种钱，因为这种球星的见面会一般也需要很多保安。刚买的一瞬间很开心。但是等着合影那几天，心里又开始想自己是不是不应该给自己花这么多钱。心里2个小人开始打架，小白人说太贵了，别去了；小黑人说一定要合影。这里的黑和白不代表对和错，小白人代表着我的金钱观念，小黑人是德里克罗斯。我后来还是把那个名额给转出去了，因为仔细又想了一下，好像自己最快的事情也不应该值2800。后来又看到那天活动时候罗斯和球迷们的合影，很羡慕，又开始自我反思，就自己怎么能把自己的快乐这么转出去呢？为什么花钱总这么有负罪感？根深蒂固金钱观真的没法改变吗？幸好卖了3200。
真的很困扰。我问了也买了那个合影名额的朋友，就是他为什么舍得花这个钱？他说他以前也舍不得，但是他现在有个很灵的办法，他说你可以把那个银行卡的扣款信息关了。我也没有想到他这个灵是掩耳盗铃，把银行卡的扣款信息关了，很小众的词汇，现在赚钱多不容易啊。我周围靠谱的朋友们都在那儿研究宏观经济学，研究微观经济学，他关了经济学。我一直在吐槽我朋友，但是他跟我说你也别光吐槽我啊，你也试一试。我试了，其实有点东西，负罪感真的消失了，存款也不见了。但是认真的说，我后来想了一下，我真的过得更快乐了，因为就把扣款信息关了这个方式，可以让你忘掉自己花掉了什么，而是更在意自己得到了什么，是不是还挺有哲理的？我就是这么劝我妈的。我说妈妈，你把扣款信息关了，你的人生会更快乐的。我妈说你是不是想盗刷我银行卡？咱家不用这样，儿子，你想要啥，妈砸锅卖铁都。我真的比原来更敢花钱了，一方面是那个掩耳盗铃真的很好用，另一方面是也想清楚了一些本质性的道理，就我再怎么攒钱，我也攒不到自己财富自由的那一天，应该对自己好一点。我又打开了外卖软件，准备给自己买那个58块钱的三明治。今年我26，三明治78了。啊，我讲完了，各位朋友们。那我也猜一个。左票倒计时。在第4赛段，为什么想到分享你的金钱观？就是总感觉自己不太会花钱，因为我平时就是上完班然后演出嘛，然后我就总在想自己啥时候就是去度个假啥的，然后每次一算那个钱，我就有点不想去。啊。我的消费观挺受我妈妈影响的，我认为跟 Steven 有点像。比如说我要买一把吉他的话，我会有他刚刚说的那个不适配感，我会觉得我技术没有匹配上这个吉他，所以我会那总得先有吉他才能练呀。所以我会买一个便宜的。就是说现在慢慢练起来，对，越练越厉害的，配得上啊，配得。然后你会给自己一个推动的目标嘛？啊。然后大老师爱买东西，我抠门啊，我抠啊，太抠了。就是说那个买香水只喷人中，就自个儿闻，就这。别人都不能闻，就喷人中这儿自个儿闻。这个巧妙。之前我踩过一个特别舒服的地毯，那个地毯真的很舒服，但是一问那一块太贵了，我说这样铺满得多少钱？后来我就买了一块，就买了一块。把那一块剪成一半，然后缝在袜子上，走哪儿都有地毯。反正就是自个儿想辙嘛。对，取悦自己啊，纯取悦自己啊。但是呢，您刚才花钱花在西服上，应该花了不少钱了吧？刚才您在那儿，我远处我眼睛有点花，我以为撒了一身酸奶呢啊。近处看哦是花儿，哦远处看我说撒一身酸奶，你拿着怎么回事？哪像酸奶？精挑细选的花，怎么就是撒了一身酸奶？是，没有，就说我说我眼睛花了，我以为。啊，咱们转移这个话题吧。你看看一聊这个，这样，刚才呢 ，Seven 你在说那个剪纸的时候，剪纸，然后大老师大声的问了我一个问题，说现在已经没人管了吗？这个谐音梗已经到咱们这儿，已经完全没人管了吗？啊！不，但他这个谐音梗还是有品质的，所以他忍不住自己都说这段还挺精妙。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 Seven 休息一下。这个3人小组第2位要出战的这位朋友，他的家庭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影响，而他用这些影响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。掌声欢迎福气满满的山河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山河，你们好吗？好，感谢大家啊！其实今天呢，想跟大家聊聊我妈。我妈是标准的事业型女强人，她是做销售的，卖护肤品，很专业。
从微信头像能看出来，红色西装，浓郁彩妆，双手抱胸，最强微商。哎，我妈每天都要发那种很励志的朋友圈，她每天要研究很久。今天早上发了一条，还挺好的，说既要注重内心修炼，也要懂得装饰门面，内在被人看好，外在被夸好看。哇，文本型微商，微商界的孟川。我妈有时候走火入魔了，给我发微信也不叫我女儿了，叫我女人。我前2天我说这轮比赛压力太大了，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。我妈发来一条说：“女人，你要不断进步，不走弯路，全力以赴，就会很酷。”我说妈，咱别干微商了行吗？你去新说唱吧，比哈哈曹强多了。不知道他想了多久，晚上又发来一条，说努力是你的底气，自信是你的资本，微笑是你的标签。我说这段是我的稿子。虽然我们现在在调侃微商女强人，但我妈真的是白手起家，从一个纺织厂女工做到一个女高管。她现在很厉害，她有自己的团队。我没有见过凝聚力这么强的团队。你像我们讲脱口秀跑上来说大家好，我是山河，你们好吗？观众就给个面子说好。人家那个团队不是好，人家是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来一遍吧，我们来一遍吧，来一遍，这个很解压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绝对有人干，绝对有人干，还知道拍着手。我真的是很佩服我妈的，我觉得她在工作里面真的闪闪发光。我特别想成为她那样的人。我小时候最爱干的事儿就是去我妈单位，你们懂那种感觉吗？领导的女儿来了，哎呦，那种虚荣心，那种子凭母贵的感觉。所有员工就围着我，什么都没干，开始夸我，说：“哎呀，一看就优秀啊，一看就是当班长的料。上回考多少分啊？58，那也很优秀啦。我们也很喜欢你。”哇，我当时就觉得，难道这就是明星被捧红的感觉吗？有流量但没作品。但我越长大越发现，好像工作里的我妈妈和家庭里的我妈妈不太一样。她前一秒朋友圈刚发完，说：“女人，你最大的靠山不是完美的婚姻，是挣钱的自己。”转头跟我说：“你爸心里绝对没有我了，不爱了。你现在给你爸打电话，你就说我病了，起不来了，你让他回来看我。我很讨厌让我在中间传话，我每天过得跟《甄嬛传》的宫女一样。皇上齐嫔又梦魇了。”快回来瞧瞧！次数多了，我爸也不信了，回答跟皇上一模一样，也不痛快就找太医。其实后来我知道了，就是我妈就是想让我爸主动关心她、爱她，她不会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。我就说，那你直接说嘛，你把你工作上的气势拿出来，你每天揪他耳朵，你说每天关心我好不好？他肯定说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但是我妈就算这么优秀了，我爸还是很传统，老在酒桌上抱怨。说你看我这腱鞘炎，都是做家务做的。我们家那口子娶回来，没给我洗过衣服做过饭。我说你这腱鞘炎不是打掼蛋打的吗？衣服不是洗衣机洗的吗？你地不是洗地机拖的吗？我爸不高兴了，说你稿子写完了吗？你上那个破节目你挣到钱了吗？我说然后呢？说呀，你继续说呀，你再多说2句我就挣到钱了呀。但更让人生气的是，我妈好像也觉得我爸说的对，她觉得她就是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。那天过后不管多累，都要给我们做饭，拦都拦不住，那个饭做的呀，怎么说呢？那段时间我都瘦了，我特别想吃预制菜。但你别看我现在在台上讲啊，觉得我妈好像不对，对吧？她被规训了，好像显得我女性意识很强，怎么没有？其实我之前是很受这种思想影响的。我身边任何的女性，包括我们家所有的长辈女生，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什么女性意识，你要独立的，没有。我原来是很相信我妈的。我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啊，她就说女人嘛啊，最厉害的就是在外面能挣钱，回家也能照顾家，外面是大女人，回家是小女人，女孩就是仙女棒，变大变小变漂亮。但自从我来了这个舞台，看到这些脱口秀女演员，我才知道好像女生不是那样的。我第一次见王大刀的时候，
我没敢跟她说话。她不是仙女棒，她是金箍棒。我妈真的很在意女孩的外貌，每次看我的节目都说：“你看你胖的啊，你要知道形象走在能力前，好看是最重要的。”布姐说：“你快吃吧，这裂开的烤肠是最香的。”而且不怕丢人啊，真的不嫌丢人。我之前一谈恋爱，跟我妈那个死出一模一样，每天见我闺蜜就一个话题，聊男人。哎呦，她怎么不回我了？我该怎么让她回我呀？我要不再给她花点钱吧？闺蜜说：“你别说话了。你看看病吧，怎么恋爱脑是走不了医保吗？如果哪个国家恋爱脑能走医保，都是因为你破产。怎么国破山河在是这个意思是吗？”我很感谢他们啊，让我有一种归训未遂的感觉。真的，前2天我妈又给我打电话说：“你看你一个人在上海，也没有男朋友，没有个依靠，这样妈不工作了，妈过来照顾你，给你做做饭什么的。”我说：“嘿，hold on，不用。”我带她去迪士尼玩了，我想让她做自己，快乐一点。我没有想到我妈50多岁第一次坐过山车，一点都不害怕，在最高点2个手伸上去了。哇！我当时她那个背影给我4个字：大展宏图。我真的很替她开心。她下来也说：“哇，好久没有这么释放过了。”又突然跟我说：“哎呦，你不能学我，你这样找不到男朋友啊！你要装害怕，你要示弱啊！男人喜欢这样的。”我说：“如果一个男人不喜欢我，是因为我坐过山车不害怕的话，那我有点害怕这个男人了。”我妈又来那一套，说：“那女人就是这样吗？外面是大女人，回家是小女人，这才是完美的女人。”我说：“这一会儿大一会儿小，这哪是完美的女人？这是漫威的蚁人。”我妈说：“那我怎么办？那我就在家跟在外面一样吗？都当母老虎，孩子也不管了，家务也不干了啊，不顾家，光顾着挣钱。你觉得这样女人好吗？”我说：“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”谢谢大家，我是山河，谢谢你们。山河锁票倒计时。山河，你最初见到王大刀的时候，真的有点怕他是吗？对，因为他就是那个长头发，他到这儿，然后他每次会这样子看着你。他跟你猎豹式聊天啊？对，他就这么聊跟你。就是有一次那个是开放麦的时候，他可能讲的不是很好，大家还不认识他，然后下来我说：“我觉得你挺好的。”大刀说：“真的吗？”然后我就不敢说话了，然后他就潇洒离去，头发在我脸上划走了那种。我觉得他好飒呀，就是很少见到这样的女生，我好有意思呀。我觉得山河有着特别棒的魅力和亲和力在舞台上，而且这一季的脱口秀女演员给我最大的感动就是，她们比起比如说出梗效果当然最好，但比起这个，她们可能更看重自己我想表达的是什么。这也是我的成长。对，他们希望利用这个非常宝贵的每一次上台机会，能够尽可能做更多的表达。所以我其实很为山河感到高兴跟骄傲。好，谢谢。刚才山河的妈妈的文案非常强，据此我也激情创作，有了如下的内容：好货是你的底气，速度是你的实力，省心是你的标签。我说这个是美团闪购。打开美团，点闪购，30分钟，好货到手，及时满足，就是我的日常。我觉得山河特别可爱啊，咱们说沉了。我觉得妈妈多可爱这么一个人啊，妈妈就是老说话都押着韵啊。他的朋友圈就是这种励志文案。我考虑过参加亚运会嘛，然后但是什么玩意儿？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把妈妈那些特别好玩的事情，然后把它讲得更加的有活力，带着那个就更好玩了。因为我妈也挺有活力的，现在我妈有时候2、3点还会去夜店。把我揪回来啊！然后呢，然后我想说的是，那个就是感觉其实这回是不是心里想多了？可能这是我第一篇就是这种特别想表达的稿子吧，可能还是没有磨得很好，可能还是缺点经验，我感觉。但是我觉得山河永远在舞台上有自己是特别独特的台风，而那种台风呢，总让人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温暖感。对，再次把掌声送给山河。谢谢大家。3位回到场上，无论是3人组还是4人组，
两人比赛结束之后，成绩稍低的那位进入待定区，而成绩稍高那位朋友继续等待。我们看一下 Seven 和山河两个人的得票情况。Seven 225，山河241，所以 Seven 要进入到待定区，山河等候区。